乌狂袭俄核心基地，俄战略轰炸机灰飞烟灭，1100公斤炸药引爆克里米亚大桥，桥体严重受损。乌3次猛攻库尔斯克、苏梅传捷报。顿巴斯血战，乌王牌无人机重创俄军，俄补给线崩溃，乌反攻续取，俄军空机力量遭重创，战局即将巨变。美日英法豪掷数十亿军援，乌新神兵崛起，俄军接连崩溃，新盟友力挺。北约峰会敲定入盟承诺。6月4日晚，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多个关键空军基地遭遇乌克兰发动的深度无人机打击行动，战火从前线蔓延至俄军后方最核心的空中力量部署。首先遭殃的是米勒罗沃空军基地，该基地驻扎着第31近卫战斗机航空团，装备苏 30SM 与苏35战机，是俄军南部战区空中打击的前线枢纽。据俄本土监控频道与社交平台传出的视频，大量乌克兰无人机成功突入俄领空，引发多轮高强度爆炸，整座基地火光冲天，警报四起。防空部队虽紧急响应，但仍有多架战机疑似受损。几乎在同一时间，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亦突发2起火灾，一处为燃料润滑油仓库，另一处则是战机准备区。虽然官方未说明起火原因，但2处关键设施同时起火，令外界普遍怀疑是乌军精密无人机实施定点打击的结果。这一基地为俄空天军重要后备战力集中地，其受损将直接限制俄军对乌南部战线的空中支援能力。梅利托波尔地区大范围停电亦与袭击高度相关，表明乌军可能在此次打击中同步针对俄战区的电力与通讯系统，制造更大混乱。更引人注目的是，数百公里之外的俄远程战略空军基地奥列尼亚空军基地也未能幸免。根据最新卫星图像分析，已有至少4架图95 MOS 战略轰炸机，1架安道124运输机被完全摧毁，另有1架疑似图道160也在爆炸中受损。此地本为俄军执行远程轰炸、发射巡航导弹的核心节点，如今却成为废墟。乌方未正面承认，但多次暗示这些打击源自蛛网行动的延伸部署。据悉，早在前几轮攻击前，相关作战人员已全部撤离目标区域，凸显乌克兰在战术隐蔽、时间掌控与技术融合上的日益娴熟。俄方虽然全境进入高度戒备，全面检查卡车，搜捕无人机残骸，但多地依然无法避免接连爆炸。当前俄军在空中战略打击层面的反应力与持续力正遭受严峻考验。2025年6月3日凌晨，克里米亚大桥第3次遭到重创，结构性损伤严重，标志着乌克兰精密计划长达数月的水下破桥行动正式揭晓。这一行动不是无人机的狂轰滥炸，也不是导弹的正面攻击，而是一次经过风暴、蛙人、小型潜艇、水下无人艇、远程引爆与电站控制的缜密布局。乌克兰打出了一张俄罗斯根本想不到的王牌。2025年6月3日凌晨4点44分，乌克兰水下无人艇 Marichka 在俄军防空疲于应对无人机的掩护下，成功完成撞击，引爆早已布设好的炸药。卫星图像和结构剖面图显示，大桥水下管桩支撑遭严重破坏，结构裂缝已蔓延至铁路与车行道之间。尽管俄罗斯官方试图轻描淡写修复进展，但从红色标记的受损区域与桥底泥沙塌陷分析，此次破坏是结构性、致命性的。这并非乌克兰首次攻击这座关键通道，自2025年以来，他们多次从水下展开袭击，并不断尝试新方式摧毁大桥。与此同时，乌军还在夜间发动大规模无人机空袭，克里米亚多个地区与俄军防空部队爆发激烈交火。克里米亚大桥与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短暂关闭交通，虽然俄方迅速宣布通车恢复，但卫星图像对比清晰显示，大桥支撑结构已明显变形。如今，即便桥面开放，通行的车辆也寥寥无几，显然民众信心仍未恢复。爆炸发生后数小时，乌克兰从敖德萨方向发射多枚海王星导弹攻击克里米亚目标，并派出多批无人机展开第2轮空袭。攻击细节未公开，但俄罗斯内部显然陷入震惊与混乱。尽管俄罗斯官方已承认克里米亚大桥遭到乌克兰袭击，
但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却声称大桥并未受损。他表示，虽然当地确实发生爆炸，但桥体依然完好无缺，并强调已启动相关预防措施。作为一个持续轰炸乌克兰居民区的侵略国发言人，佩斯科夫反倒指责乌克兰袭击所谓民用设施，其言论引发外界强烈质疑。另外，普京选择沉默，俄媒试图低调处理消息，梅德韦杰夫则依旧咆哮威胁，但没有任何新招能止住乌军打击的势头。在这次水下破坏之后，俄罗斯人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克里米亚大桥的命运已不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手中。未来如果金牛座导弹加入战场，或者乌军海空一体化打击进一步成型，这座象征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控制的期待将彻底断裂。外界曾嘲讽泽连斯基没牌可打，但现实是真正没牌的可能是俄罗斯与那些唱衰乌克兰的人。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更直言，第一颗炸弹已经引爆。此话一出，引发外界猜测是否还有第二颗、第三颗正在酝酿，目标也可能不仅限于大桥，俄军其他战略设施同样岌岌可危。短短数日内，乌军接连重创俄军多座空军基地与克里米亚交通枢纽，说明这场反攻正步步深入，打击的节奏与力度前所未有。在连续打击俄军后方要害后，乌克兰再度将战火引向俄境内。根据最新消息，乌军第225突击团已成功突入库尔斯克地区，对俄军据点展开清剿行动。据 RBC 报道，这次突袭发生于6月2日前后，乌军从空中与地面同步进攻， FPV 无人机率先出击，对俄军阵地一条关键防线进行密集轰炸。紧接着，自行火炮火力不断，直接摧毁多个掩体与战壕。随后，突击队发起正面冲锋，成功夺取数个据点，并迅速巩固防线。尽管俄方尚未正面回应，战场细节仍待确认，但这无疑代表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主动进攻已迈出实质一步。而在6月3日晚间，库尔斯克雷尔斯克地区再度遭到无人机群袭击，当地防空系统通宵作战，爆炸与火光照亮夜空，毁坏范围尚在统计中。这已是乌军一周内对库尔斯克发动的第3次大规模打击。先前他们还摧毁了利戈夫火车站与科列涅沃的俄军永久基地。俄军则报复性空袭乌克兰多座城市，包括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与尼古拉耶夫。47匕首导弹从米格31战机上发射，导致尼古拉耶夫多地断电，部分民用建筑受损。在乌军攻入库尔斯克之际，苏梅州前线战事也进入白热化。近日，俄军在苏梅方向数度尝试推进，曾短暂夺取几个村落，前锋部队距苏梅市区已不到20公里，形势紧张。但乌克兰军队迅速调整部署，成功反击，在一次激战中击退俄军并俘虏9人突击小队，展现局部优势。然而，俄军随即展开报复性打击，使用多管火箭炮轰炸苏梅市中心，造成至少3名平民死亡，20余人受伤，伤亡情况令人震惊。另外，俄境内也传出多起火灾事故，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军用机场火灾尚待评估损失，亚罗斯拉夫尔州阿夫托季泽尔发动机场大火烧毁车间，影响俄军重要发动机供应。当前俄乌战局明显升级，双方交火密度急剧增加。不过从这轮攻势来看，乌军的打击更具精准性，正在逐步改变前线格局。乌军与俄军在顿巴斯及周边多条战线持续激烈交战，俄军占领安德烈夫卡和沃多拉西，正向亚布卢尼夫卡与迪利夫卡推进，试图扩大阵地，但遭乌军组织反击阻止。顿巴斯核心区域的波克罗夫斯克、托列茨克、科斯蒂安特尼夫卡方向战斗尤为惨烈，俄军虽试图封堵战线缺口，却付出高昂代价。扎波罗热、恰夫西亚尔、库皮扬斯克和莱曼等地的战斗仍在继续，俄军伤亡持续攀升。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178场战斗，其中1/3集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新增伤亡超过1000人，成为近期最惨烈的一天。另外，乌军第412无人系统团利用无人机和火炮
连续摧毁俄军多处指挥部和观察哨，在库拉霍沃与波克罗夫斯克等关键地区有效阻挡俄军推进，令俄军难以突破。南部战线上，乌空军米格29战机精准摧毁俄军一处无人机控制中心，这是本周第2次类似打击。克里米亚方向的密集空袭也牵制俄军调动兵力，多条俄军后勤铁路线频遭袭击，严重干扰补给运输，迫使俄军在多条战线收缩攻势。乌军总参报告，过去24小时内爆发134次交火，俄军死伤逾千，累计阵亡人数逼近100万。战线虽处战略胶著，乌克兰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国际动员力。与此同时，6月，乌军著名无人机指挥官马扎尔·罗伯特·约瑟波维奇·布罗夫迪被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他创立的马扎尔鸟无人机营，在过去2年中屡屡击毁俄军坦克和重要装备，成为俄军空中克星。托列茨克北部和西部，俄军尝试小分队渗透，但遭乌军 FPV 无人机火力压制，未获实质进展。亚布卢尼夫卡西部和波波夫亚尔地区战况激烈，被乌军称为新杀戮区，形势严峻。红军村方向，俄军稳步推进，占领关键村镇和战术高地，尤其是在红军村东北部成功攻占设伏琴科佩舍村，南线则采用林带穿插战术，夺取多个小阵地。乌军在该区域采取边守边打的消耗战策略，尽管俄军施压，库尔斯克方向交战持续，乌军在挫折中稳扎稳打，局部展开反攻。整体来看，乌军反攻逐步显现成效，令俄军陷入多线应对和补给困境。近期的一连串精准打击，可能并非乌克兰的常规战术动作，而是正在为一场战略大反攻精心布局的前奏。首先，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5座战略空军基地展开攻击，重创其远程打击能力。据估算，俄军本就仅存约110架战略轰炸机，此轮袭击造成34%毁伤，再加上保留和打击任务、技术故障与维护因素，真正能执行远程对地攻击的轰炸机几近为零。这意味着俄军几乎失去了对乌克兰本土实施防区外打击的能力。与此同时，俄空天军的眼睛也遭致严重损失。在6月1日的攻击中，2架50油预警机被摧毁，俄军现役可用预警机仅剩1架老旧型号，这对于已在数量与性能上居于劣势的俄战机而言，无异于盲战。反观乌克兰，空军不仅获得瑞典支援的萨博340预警机，还能接入北约军用数据链，大幅提升空战感知与指挥能力。尤其在超视距空战中，乌空军已掌握优势。俄战机自身雷达探测距离有限，在失去空中预警支援后，只能被动挨打。俄军苏34、苏35和为数不多的苏57，即使在性能上并不完全落后，也因信息化、协同作战能力不足而陷入被动。在制空权丧失之后，俄军仰赖的滑翔炸弹也难以精准投射，进而无法为地面部队提供有力掩护。更令人瞩目的是，乌克兰再次精准打击克里米亚大桥。不同于以往的轰炸，此次被重创的是铁路桥段，这是南线俄军的主要补给通道。断桥之后，俄军只能依赖轮渡补给，不但运力低下，还持续遭受乌军无人艇与导弹的袭扰，随时面临补给中断。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乌克兰可能采用了极其巧妙的方式，将超过1吨炸药运送至水下桥墩。猜测是，乌方将装填炸药的无人艇吸附在俄罗斯货轮底部，伪装通过严密防线后，由远程遥控脱离沉入桥底，引爆完成打击。这种做法不但突破物理防御密度极限，更体现出极强的创新能力与情报渗透水平。而与此同时，乌克兰在战术层面上也正在重构优势。目前乌军编制有41个满员机械化旅，是全球装甲密度最高的部队之一。在俄空军火力受限、制空力萎缩的情况下，乌军的重装突击将更具纵深穿透力。一旦空地协同展开，俄军摩托化部队恐难以抵挡。此外，俄后方战场也陷入混乱，罗斯托夫机场起火，洲际导弹工厂爆炸，摩尔曼斯克核潜艇基地遇袭。仅3天之内，俄军接连遭遇3次重大打击。面对如此密集的重创，莫斯科方面陷入愤怒、慌乱与无措的复杂情绪中。
在这种战略焦虑下，俄方外交口径也显得前后矛盾。6月4日，俄外交部特别代表米罗舍尼克一方面称乌方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却表示俄方愿与乌展开第3轮和谈，前提是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本土。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可以被解读为变相的求和信号。眼下，俄军面临的是3大致命困境，一个是失去空击远程打击能力，另一个是关键后勤补给线遭切断，以及无法再有效组织地面装甲突击。乌克兰则逐步掌握空地一体化主导权，反攻窗口已经悄然打开。从军事辩证法的角度看，当前俄军正从战略守势滑向战略瘫痪。接下来，也许我们将亲眼目睹乌军如何将一场战略僵局推向决定战局的雷霆突击。再来关注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时代周刊》爆料，特朗普近日亲自致电日本首相石破茂，首度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高度评价乌克兰军事表现，直言干得漂亮。石破茂当场回应，确实干得漂亮，并宣布追加50亿美元援助，令日本对乌总援助达160亿美元，稳居全球前列。分析指出，这是特朗普阵营首次明确发出挺乌信号，可能象征其对乌政策悄然转向。美日之间，6月4日，拉姆施泰因会议期间，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宣布，投资3.5亿英镑提供10万架无人机，拨款2.47亿英镑训练乌军，捐赠14万枚炮弹及大量装备，以及向北约乌克兰军事信托基金再投入4000万英镑。同日，法国宣布提供15亿欧元财政担保，支持乌克兰自法国企业采购国防装备并展开军事联合生产。英法合计对乌追加超22亿欧元援助。虽然特朗普释放挺乌信号，但其特使凯洛格警告，乌克兰袭击俄机场将引发不可预测反应，并暗示特朗普仍不愿对俄强硬制裁。同时，美防长赫格塞斯首次缺席拉姆施泰因会议，也不参加线上会议，被视为白宫在俄乌战场保持距离的新动作。尽管如此，乌克兰代表团仍于6月3日在华盛顿积极游说特朗普团队与国会，强化对俄制裁，争取更多援助。另外，乌军新近实测由斯洛伐克与斯洛维尼亚联合研发的狼25俄地近防系统，可同时追踪150个低空目标，专为应对无人机与巡航导弹设计，配合精准无人机与自研导弹。乌军攻防一体的作战能力正迅速进化，而俄军空军则面临接连损失，难以应对的局面。罗马尼亚新当选总统尼库绍尔·达恩访问乌克兰，这位击败右翼候选人的领导人明确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样，波兰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虽为右翼背景，却同样坚定支持对乌援助，展现了东欧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团结姿态。据荷兰通讯社 EMP 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在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并重申所有32个北约成员国已就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达成一致，且此问题不应成为基辅与莫斯科和平谈判的筹码。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反对邀请泽连斯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否认此说法。泽连斯基确认乌克兰将派代表参会，显示北约对乌支持的坚定决心。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表示，乌克兰有望于2026年加入经合组织，标志着国家从后苏联模式向欧洲模式的转型。关键措施包括反腐败基础设施，实施国家计划达到 OECD 标准的 80%， 数字化改革，开放数据门户 Prozoro， 追应恢复系统等工具上线，放松管制，取消约2000项监管法案，与欧盟规范接轨。私有化成功，收入超计划 2.5 倍，国有企业分类并设立独立监事会。近年来，乌克兰日常腐败经历比例从 70% 降至 15%， 展现了显著的治理进步。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针对乌克兰袭击俄空军基地放出狠话，宣称复仇不可避免，但过去3年俄方威胁多未兑现，所谓红线形同虚设。反观乌克兰，从击沉莫斯科号攻入库尔斯克，袭击莫斯科到炸克里米亚大桥，屡屡兑现承诺。乌军新近测试的狼25地近防系统，
可同时追踪150个低空目标，配合精准无人机与自研导弹，攻防能力大幅跃升，令俄军空军的持续损失雪上加霜。乌克兰不仅在战场上展现韧性，更通过改革摆脱前宗主国控制，迈向自由富裕的欧洲国家。正如泽连斯基所言，乌克兰人民将为国家奋战到底。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乌克兰从精神到制度全面融入欧洲，重塑地缘格局。愿战火早日平息，和平重归大地。